凉风有信，秋月无边。我是你望在电车后座的前女友啊。今天给大家带来新坑《剑锋传奇》。烈日当空，战火弥漫，尤达和米特兰这两方势力长期以往的进行了斗争。凶猛的尤达军队攻进了米特兰的一座城池，这让尤达军队十分振奋。正准备一举攻下的时候，却被一个身材魁梧的人拦住了，那就是曾斩杀30人并且徒手杀熊的巴祖索。尤达军没有一个人敢上前迎战，而就在这时，一个身背染血巨剑的少年走了过来，他就是男主格斯。格斯与尤达将领谈好了条件，以7枚银币作为酬劳，打败巴祖索。格斯挥舞着巨剑上前迎战，巴祖索来不及应付，只能连连后退进行防守。回过神来的巴祖索准备举起斧头想给格斯致命一击，但格斯用剑挡住了，并且有割开巴祖索战斧的趋势。两人的第二次交锋，巴祖索劈开格斯的头盔，而格斯则砍伤了巴祖索的腹部，巴祖索跪倒在地。格斯没有给他求饶的机会，一下劈开了他的脑袋。战后，格斯得到了应有的报酬，但是却拒绝了将领想要收编他的请求，因为他讨厌那样无聊的生活。但他想要的又是什么呢？走在山上的格斯遇到了一伙好像是马贼的人，没一会儿几人就被格斯斩于剑下。但这些人其实并不是盗贼，而是一个佣兵团的人。他们的首领叫做格里菲斯，是一个长相俊美的银发男人。之前在格斯与巴祖索决斗的时候，格里菲斯和几个部下已经看到了格斯的实力。格里菲斯派手下女千人长卡斯加去和格斯较量，但是卡斯加也败下阵来。最后还是格里菲斯出手，刺中了格斯的前胸。格斯昏倒后被带回了格里菲斯的佣兵团鹰之团。从噩梦中惊醒的格斯发现卡斯加正躺在自己的身旁，是格里菲斯派卡斯加来给体温骤降的格斯取暖。格里菲斯带着格斯走到了一处空地，他看到了格斯与巴祖索的决斗，他很欣赏格斯，也需要格斯。两人再一次比拼，如果格斯输了的话，他就要留在鹰之团。只见格里菲斯轻飘飘地落在了格斯的剑刃上，刀已经指在了格斯的下巴上，但是格斯是刚的一批，直接张嘴咬住了格里菲斯的刀尖，借势把格里菲斯打倒在地。但是最终还是没有格里菲斯敏捷，最后被格里菲斯打败。格斯就这样加入了鹰之团。これでお前は俺のものだ。时间飞逝，一晃3年过去了，鹰之团成为了米特兰签下的佣兵团，在一次次与尤达的战争中击败强敌。但女千人长卡斯加却越来越看格斯不顺眼，因为在战争中格斯没有注意团队作战，但其实是卡斯加一直喜欢格里菲斯，格里菲斯却把心思都用在了格斯身上。格里菲斯走过来阻止了两人的争吵，他总是很包容格斯，不知道两人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，也许这就是互相欣赏吧。ガッツ、お前は俺のために戦え。お前は俺のものなんだからな。由于格里菲斯的佣兵团从无败绩，陛下便封了格里菲斯为贵族。格里菲斯的升职加薪引起了陛下弟弟尤里斯的怨恨，因为之前国家的先锋军队是尤里斯带领的白龙骑士团，一瞬间换成了平民领导的鹰之团，想必尤里斯心里肯定是不服气的。鹰之团一直在为米特兰打仗。这一天，格斯带领的小队来到了一座城堡前，有人说这里没有宝贝，便私闯了进来，但是进去的人没有一个活着出来的。格斯得知后不顾阻拦冲了进去，里面满是鲜血和一地的死尸。他忽然听到惨叫声，一个乍一看有点像绿巨人的人正在杀他的部下。格斯冲上前去，却被绿巨人打倒在地。格斯很诧异，自己怎么会一下就被打倒。而此时另一边的格里菲斯听到手下说，传说中的不死佐德加入了敌军的阵营，据说佐德已经存在200多年了，杀的人根本数不清，而格斯遇到的就是佐德。佐德惊讶格斯竟然能接下他那么多招式，而且格斯是第一个砍伤佐德这么深的人类。佐德说着说着就变身了，变成了一只像牛一样的怪物，格斯敌不过。这时格里菲斯赶了过来，两人搭配着砍伤了佐德，但是格里菲斯受到攻击昏了过去。佐德本想终结了格里菲斯，但是看到格里菲斯脖子上的项链时却停下了。佐德认出这个项链，霸王之卵，深红色的贝黑莱特，
佐德露出了微笑，他长出翅膀，并且告诉格斯，如果你是这个男人的挚友的话，那么这个男人野心幻灭之日就是你们死亡之时。说完，佐德便飞出了城堡。格斯想着佐德说过的话，但是并没有想通。回去之后，格斯和格里菲斯聊起了佐德。格里菲斯认为这样的力量是神明应该拥有的，而格斯则认为这样的是恶魔。这是两人所认为的神与魔，两人想法都不相同。格斯问起格里菲斯的项链，格里菲斯解释说这是贝黑莱特，是以前从一位占卜的老婆婆那里得来的。据说拥有它的人命中注定要以自己的血肉为代价来获得世界。格斯把玩着项链，但贝黑莱特却忽然睁开眼睛，吓了他一跳。格里菲斯清脆的笑声在风中回荡着。格斯问格里菲斯为什么来就只是布下了他。格里菲斯表示为你挺身而出还有什么理由吗？此时的二人应该是把对方都视为很重要的人吧。说着说着，陛下来了。陛下对格里菲斯一通夸奖，格里菲斯则一眼就看到了陛下身后的夏洛特公主。公主从他身边经过，踩住了裙边，险些摔倒。格里菲斯扶住了公主，公主抬头看他，这一眼便念念不忘。这一天，格里菲斯带着手下去陪陛下狩猎。格里菲斯的绅士优雅，马上就吸引了公主的注意，而陛下的弟弟尤里斯却在暗中谋划着什么。忽然，一只野猪窜出来，惊到了公主的马。格里菲斯驾马追了上去，救下了公主。这时，格斯他们也赶来了。格里菲斯向格斯走过去的时候，被远处的箭射中了胸口，箭上涂了毒。但是格里菲斯脖子上的贝黑莱特救了他一命。格里菲斯早已看到了尤里斯怨恨的眼神。晚上回去的时候，格里菲斯找到了格斯，让他去杀尤里斯。格斯深夜潜入了尤里斯的府邸，趁四下无人，一刀解决了他。尤里斯临死之前拉下了他的面罩。这时有脚步声传来，格斯藏在门后面，顺势就朝开门之人就刺了过去。但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来的人是尤里斯的儿子，他还那么小。格斯的眼里充满了惊慌，他看着那孩子痛苦的流泪，他看着自己的手不知所措。一系列的动作惊动了守卫，守卫开始抓捕格斯。一场激战之后，格斯从河里逃走了。格斯回到鹰之团之后，卡斯加发现他身上的箭伤，格斯来找格里菲斯，而此时格里菲斯正和公主在一起。就在格斯想要上前找格里菲斯的时候，卡斯加拦住了他。两人在台阶下看着格里菲斯，听着格里菲斯和公主交谈。格里菲斯说，恋人和名誉对于骑士来说固然重要，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自己为了自己而成就的梦想。为梦想生，为梦想死，我无法忍受苟活于这世上。公主又与格里菲斯说起那些和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同伴。格里菲斯说，他们是我很重要的伙伴，但是还是与朋友不同，不依附于他人梦想中，自己决定自己生存的理由，会与侮辱自己梦想的人斗争。我认为朋友就应该是这样的，与我对等之人。格里菲斯的一席话深深地击中了格斯，他刚刚错杀了一个孩子，情绪极其复杂。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格里菲斯，在他眼里，格里菲斯早就是他的朋友了，但是他呢，是格里菲斯的对等之人吗？这时仆人冲过来找公主，打断了公主的谈话。仆人说尤里斯殿下被暗杀。卡斯加忽然想起格斯的伤，他大概是知道了什么吧。剑锋传奇剧场版第1部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格斯与格里菲斯的感情出现裂缝，应该就是从对等之人这里开始。格斯将如何选择自己今后的路呢？我会持续更新下去的。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点个关注，加个收藏。各位观众老爷们，感激不尽呀。